为什么我们总想着要去花钱，会一股脑的盲目跟风去购买那些我们完全不需要的物品，总能被平台以最划算、最便宜的价格推销到你面前来？我现在想想，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忍不住不花钱，而是根本拒绝不了这些商家的套路。大部分的人呢，就是冲着薅羊毛这个点，成为了别人羊圈里面的小羊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来聊聊那些我遇见过看似是消费者占了便宜，其实你是上了商家的套。现在很多餐厅为了能有好评多多和增加他们的曝光量，让消费者认为他们在吃饭上面不仅能薅到羊毛，还能免费赠送他们一两个小点心或者饮料。他们首先会让你在平台上面写好评，并且要让他们重复确认无误之后，你才能发布，最后你才能得到那个小礼品。我看到一些店员呢是强迫性的要让顾客去写好评，所以你现在在平台上、在网上看到一些餐厅的好评，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这么来的，而不是消费者，而不是顾客他们真心的想要推荐这家餐厅。像那些喜欢薅羊毛的人，他们就算遇到了菜品一般、服务质量也不怎么样的店，只能打下被抹了蜜的好评。在这方面呢，我现在觉得是对刚来这里旅游的一些旅客是不公平的。像旅客的话呢，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评论，看别人的推荐。大部分人的推荐里面10有7个都不是真的，然后导致旅客排长队跟风打卡这个餐厅，结果吃完之后会觉得非常的难吃。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。接下来说一下最让我讨厌也是让我很恼火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去商场被柜姐追着开会员。说实话，我来这边旅游，我肯定不是长期待，所以我在这边开会员完全是非常浪费时间。而且你还要关注他们这个号，关注他们那个号，还要进群。我觉得这一繁琐的事情下来，本来你可以结账走人5分钟，然后你要拖到15分钟你才能走。有些柜姐呢，还在你拒绝之后，还依依不饶的追着你要会员，你要开了之后你才能得到今天你购买这个商品的优惠，要不然的话你会以原价去购买。这时候呢，他们会表现出哎呀，确定今天不开吗？不开会员的话，好像你损失了几笔钱一样。说实话，作为消费者，我本人呢是不太喜欢这种在强迫性、在压力下面开会员这种行为。我之前呢是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，直到我去到南京的某个景点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了门前永远都有那么一群人打着免费送你明信片、免费送你小礼物，甚至有些人会追着你要把东西硬塞进你的手里才肯罢休。虽然他们口中主打是不收钱、免费，实际上呢是让你扫码关注他们的平台、关注他们的账号。所以像这种看似是消费者占了便宜，你拿到了免费的东西，说实话那些东西你不要也罢，对吧？你拿回家也就是个垃圾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放，最多拿到手开心了几秒钟哦，关注了他们的平台，然后说不定你到半路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了，但是他们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曝光量。最有趣的是，我在同一个景点进去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怎么有这么长的人在炎炎夏日底下排队。后来我细看，原来那些人都是在排队免费拍照，拍照的背景呢就是那个景点的地标。当时呢我就站在那边看了几秒钟，那些人拍完之后也没有立马就得到他们那个免费的照片，而是被递上一张小卡片。我猜测那个小卡片背面有什么2维码让他们扫，然后呢再到那个柜台去领一个什么免费的照片，帮你免费拍照片。这件事情呢听上去很完美，很有纪念性的一件事，对吧？那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呢，可能就是商家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有利的行为。所以说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免费的东西，因为免费的馅饼可不是那么好吃。
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或者是你很久没有回来看过我的视频了，我现在呢是在旅居，环游各个不同的城市。那在环游不同城市的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也有去打卡一些景点。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我发现现在每家文创店几乎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，主打就是靠当下最网红的 IP 人物去生产不同的周边产品。那为什么有一些文创周边呢可以被那么多人喜欢，而有一些呢却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，你也没有看到过？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这个砸出来的，才能让他们的文创产品闯出这个圈子来，才能被更多人看到。要不然你在其他街道上面看到一些售卖的文创产品，其实没有人过问，根本没有人买。所以说我们在购买之前呢，一定要想清楚，你到底是因为被外界影响了去跟风买这些东西，还是说你心里真的喜欢。那最后来说一下，就是在市场那么饱和的情况下，一定记住要理性消费，守住好自己的钱包才是真事。